为了一棵轮回树，也逆转不了你们朱雀国的随势。你可愿与我春风一度？无极修真国、牡丹国、水墨国、秦国沦陷。我乃巨魔族万族侯裴奇。这股强悍的巨魔族气息，与当年石英宗底下救救之人极像。你若助我脱困，我可以送你巨魔族重宝。恭喜二主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婉儿妙魂，我也会一并夺回。王林决定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抽出修心之精中的命魂，然后离开朱雀星去找天运子。王林一路飞行，心中思索着接下来的计划。他需要去域外战场收集游魂，补充11尊魂幡的威力。他还需要去赵国狮鹰宗寻找巨魔族先祖的血液，以施展古神神通。然而，他心中始终有一根刺：拓森。这个古神之地的强者，一旦离开古神之地，将会是王林的巨大威胁。王林决定先回楚国，把周如送回家。然而，一路上他看到整个朱雀星已经被仙夷族的黑雾笼罩，无数修真国沦陷，修士们节节败退。王林内心沉重，他虽然恨朱雀子，但作为修士的一员，他无法对这一切视而不见。就在这时，一则惊人的消息传来，云雀子出现了。他竟然是仙夷族的二等，而且在一场大战中偷袭了朱雀子，使其身受重伤。王林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震惊不已。他有种预感，云雀子一定会找上自己。然而，在云雀子之前，一个人找到了王林。王林开启了一座古传送阵，准备前往楚国。就在他迈入传送阵的瞬间，他转过身，看到远处走来一个头戴草帽、散发金芒的大汉。大汉缓缓走来，摘下草帽，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。王兄，一别多年，可记得在下？与此同时，天域宗的问鼎老怪楚云飞也在朱雀大陆东部面色难看的赶路。他之前在与仙夷族的战斗中受伤，决定在伤势恢复之前不再出手。然而，当他快要回到天域宗时，一个身穿红衣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。楚云飞一眼认出那是多年未见的云雀子。云雀子劝他离开朱雀星，此刻的他再无往昔的邋遢之色，而是透出一股强大的威压。楚云飞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寒芒，缓缓问道：“此话何意？”云雀子望着他，摇头叹息：“你走吧，以你的修为，不是我的敌手。况且你已受伤。楚兄，1000年之内莫要回来。”楚云飞眼中寒芒更浓，冷冷的回应：“若是在下不同意呢？”云雀子轻叹一声，右手一挥，一块黑幕化作黑雾，一道金光闪烁间，一股浩大的气息呼啸而出。一个虚幻之影瞬间出现在楚云飞面前，轻轻一掌拍来。楚云飞面色一变，仙力凝聚，却被那手掌直接穿透，按在胸口。他喷出一口鲜血，暴退而去，声音带着一丝悲哀：“云雀子，老夫离开朱雀星。”云雀子转身看向那虚幻之影，平静地说道：“你一出手，朱雀子便会察觉。走吧。”两人身影一闪，消失在原地。几乎就在他们离开的瞬间，朱雀子的身影出现在天际，愤怒地咆哮：“云雀，出来！”他的声音浩荡而出，回荡在整个朱雀大陆。云雀子的声音从虚无中传来：“师兄，你我一战不可免，念在千年同门之意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疗伤，3个月后，我们朱雀山下一决胜负。”朱雀子深吸一口气，目光阴沉：“我知道你的目的，云雀，你是在玩火。”他身子一闪，消失在了原地。云雀子的身影出现在朱雀大陆某处虚空，那虚幻之影在他身旁，平淡地说道：“为什么给他3个月的时间？要杀这朱雀，不用等那么久。”云雀子看向那虚幻之影，缓缓道：“仙夷族，算我在内，有3个9叶术咒师，1个10叶术咒师，还有你11叶术咒师，以我5人的实力，杀这朱雀不难。另外，轮回术祖灵之中有2颗成功，但也会在月内降临2个10叶祖灵。我们7人杀朱雀更是简单，只是这朱雀现在不能杀。”那虚幻之影沉默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在修士里的时间太长，已经忘记了本源，可还记得当年牺牲了多少族人，才把你送去朱雀国？”云雀子目光一凝，冷笑：“一族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不要小看朱雀子。朱雀子有修心之精，虽说此物被2代朱雀封印，但这数万年来，历代朱雀都在研究破解之法，尤其是上一代朱雀，更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。以我对这一代朱雀子的了解，我们若是杀他，他临死之前一定会毁灭修金之心，把整个朱雀星所有修士全部毁灭。到了那时，修真联盟定会派人来探查。你以为我仙夷望族可以对抗修真联盟不成？”那虚幻之影沉默。云雀子继续说道：“若是按照我的方法，培养几人成为下一代朱雀子，慢慢架空之下，我仙夷族才可永远的存下去，这才是最好的方法。可虚祖大人太过急切，使得你们提前出现，把我的布置全破坏了。”他面色阴沉：“那连我的身份
也在你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显露，以此证明我仍是先仪之人。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无趣。云雀子缓缓道：“若想让我仙一族可以永久地住在朱雀星上，必须要得到修心之精，让我培养之人成为下一代朱雀，从而使得我仙一族间接操控所有修士。我已经有了4个人选，若非你们提前出来，用不了几10年，这一切都可成功。我无数年来布置的局面，生生让你们摧毁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那朱雀子选择的2个接班人，一为钱锋，一为柳眉。我怀疑钱锋是朱雀子为自己准备的夺舍之物，历代朱雀子都在研究如何可以以夺舍的方法使得寿元增加，想必在这一代朱雀子，这个方法已经有了。所以我找到了第2个人选，子欣。只要朱雀子夺舍钱锋，那么这终定会成全此女。即便我怀疑出错，朱雀子是真的想把钱锋培养为朱雀子，那么在此子成为朱雀后也不可免。”云雀子微微一笑：“我选的第3个人是周武泰，此子身有青龙血脉，在他的体内能感受到远古青龙一族的延续。而看在当年青龙一族曾帮助过我仙一族的份上，我把他定为下一代朱雀的候选之一。第4个人是一个叫做王林的修士，此人天资平庸，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但他居然感悟到了生死轮回意境，这才引起我的注意。心血来潮之下，我把他定为第4个候选者。原本也没太留意此人，但这王林后续的发展却让我大吃一惊。仙界之行斩红蝶一臂，回朱雀星后修为一路飙升，更是引起了朱雀子的注意。炼魂宗的遁天也把他当成嫡传人，传承11亿尊魂幡。而且此人身上蕴含了太多的秘密，有些时候就连我都看不透。最终我把他定位成我朱雀计划的执行者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依然是执行者，也是我朱雀计划中最关键的环节。那虚幻之影沉默片刻，抬头看向云雀子，目露寒芒。这些解释还是不够。云雀子双眼一凝，修心之精的力量，我不知对我仙一族有没有影响。一旦有影响，那么这几万年来诞生的族人，随着修心之精破碎，会立刻死亡。你与我谁都逃不过。这个解释够吗？那虚幻之影再次沉默许久，轻叹一声：“你选择的第1人是谁？”云雀子微微一笑：“当执行者完成了我的计划之后，若无意外，我选择的这个第1人会成为下一代朱雀子。为什么给朱雀子3个月？”那虚幻之影最后问道：“因为我要等他祭献修心之精。老夫不出手则已，出手便绝不会给朱雀子半点机会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去楚国的最后一个古传送阵旁，王林望着眼前摘下草帽的大汉，他心智一动，但表面却没有半点波澜，微微一笑：“好久不见，周兄。”那大汉把草帽放在一旁，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张桌子，上面还有2个酒杯。他笑道：“王兄，周某有些馋酒了，当年的酒可还在？”王林目光微不可察的闪动，看了那草帽一眼，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青瓷酒壶，望着酒壶，大牛的身影在其脑中闪过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储物袋中的酒只有不到10壶。把酒放在桌子上，王林坐在一旁，倒一杯，一口喝干。周武泰嘿嘿一笑，拿起酒壶倒满杯子，抿了一口，叹道：“酒还是当年的酒，人还是当年的人，可惜岁月流逝，你我的心态早已变迁。古人云物是人非，在我看来，你我现在却是人是物非。”王林沉默，拿着酒杯，没有说话。周武泰似笑非笑地望着王林：“王兄，你就不好奇，为何我没死吗？当年你从我身上把玉鼎摸走，周某到现在可还一直记得。”王林神色如常，与其便宜了红蝶，我想即便在下不娶，周兄也会有所选择。周武泰哈哈一笑，又倒了一杯酒。过去的事情不提罢，王兄的威名，这些年来在朱雀星上可是声名赫赫，为此周某敬你一杯。王林含笑，拿起酒杯，倒上酒后一口喝尽。周武泰目光一闪：“王兄，周某再敬你一杯，这第2杯，谢你封印雪玉国，杀了李元丰。”说完，他把酒喝了2杯之后，2人之间忽然沉默下来。少顷，周武泰抬头看向远处，缓缓说道：“王林，前辈让你去找他，他教你使用云雀帽的真正方法。”在看到周武泰带草帽而来的瞬间，王林便已经想到这周武泰与云雀子的关系。以这些年王林的分析，云雀子的草帽不会轻易送人。这周武泰没死的原因，在看到草帽的一刻，王林也明白。告诉云雀子，我不会去找他。王林平淡地说道。周武泰眼露复杂之色：“王兄，你我都是棋子。据我所知，前辈的草帽送给了4个人，还有1个人你应该认识，他叫子欣。”王林目光一闪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周武泰摇头，站起身子，把酒壶抓在手中：“王兄，这半壶酒而送我可好？”周武泰的身影渐渐远去，只留下王林独自站在古传送阵旁。他手中握着一枚玉简，这是周武泰留下的，里面记录着柳眉的意境。王林沉默片刻，用神识扫过玉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面色渐渐阴沉。玉简中记录的是柳眉的千幻无情道，在众多友情的掩饰下，蕴含着一颗无情的心。王林当年便已察觉到这一点，如今看到玉简中的内容，他心中已有对策。
他双指一捏，玉简瞬间碎裂，化作齑粉。随后，他走进古传送阵，身影在光芒中消失。楚国是距离仙夷族最近的地方，也是仙夷族势力最为强大的区域之一。这里的天空被黑雾笼罩，阳光无法穿透，白日如同黑夜。巨大的植物从仙夷之地的深坑中拔地而起，直插云霄，散发着浩瀚的气息，让人望之生畏。仙夷族的族人穿梭于天空，身后跟着被种下符文的修士，这些修士双目呆滞，如同行尸走肉。楚国的大地上生长着无数奇异的植物，它们如同海藻般蠕动，飞速生长，将整个大地覆盖。王林出现在楚国西部的一座传送阵内，他没有停留，直接瞬移到了周如出生的村子。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，海藻植物在风中摇曳，再也看不到半点人烟。王林沉默片刻，轻叹一声，转身离开。他没有去云天宗，因为他知道解开云天宗修士身上的符文之力，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。楚国的变化太大，王林一路飞行，看到众多仙夷族族人，但这些族人大多都是4叶以下，极少有5叶的存在。他原本打算离开楚国，去域外战场搜集游魂，但此刻他内心一动，意识到仙夷族大部分族人都集中在白朱雀大陆，此刻仙夷族内恐怕余留不多。他决定去仙夷之地一探究竟。王林来到仙夷族深坑之外，那棵巨大的植物散发着浩瀚的气息，将整个深坑覆盖。他隐去身形，观察片刻后，发现一个5叶树咒师从植物内飘出，化作黑雾离去。王林现出身影，尝试用灵光穿透植物，但灵光瞬间崩溃。他取出一个木雕，施展以物化身的神通，画出一个分身，但分身刚一接触植物，便被黑色丝线钻入体内，化作木雕。王林心中暗道，这仙夷族的守护植物果然不简单。随后，王林取出一杆金色魂幡，释放出一个结丹魂魄，尝试让其穿透植物。这一次，魂魄毫无阻碍地穿了过去。王林眼中金芒一闪，又尝试了几个魂魄，发现他们都能顺利进入。他意识到，这株植物虽然隔绝了灵力和木雕，但对于魂魄却毫无阻碍。于是，他取出魂幡内的2000多个魂魄，包括麒麟残魂，让他们附在自己身上，形成一个魂魄铠甲。随后，他毫不犹豫地冲向那巨大的植物，冰冷的气息在王林身上扫过，他顺利地穿透了植物，进入了内部。这里是一个晶莹的世界，深坑内散出的黑烟不断上升，被植物吸收。王林抬头看向上方，只见金芒越来越多，一直延伸到植物的顶部，形成一个个分支。向下看去，则是熟悉的深坑，黑气不断上冲。王林沉吟片刻，跃入深坑，很快便落在了第1层。他轻车熟路地来到第1层，进入第2层的入口，瞬移而入。在他的神识横扫下，整个第1层只有数个3叶树咒师。王林没有停留，直接进入第2层，瞬移来到第3层，当年与炼气阁老者等人凝练轮回果的地方。这里空无一物，只有地面墙一个不大的深坑，那里便是当年轮回树生长的位置。王林再次瞬移，出现在进入第4层的入口。刚一现身，他便立刻隐去身影。没过多久，远处飞来一张巨大的人脸，进入第4层入口后，化作一个6叶树咒师。此人中年，身上画满了符文印记，身后跟着10多个双目呆滞的修士。6叶树咒师身子一跃，跳下入口，身后的修士也紧随其后。王林悄然跟在他们身后，进入了第4层。第4层的世界比前3层多了一些光亮。6叶树咒师来到此地后，立刻化作人脸，将那些修士笼罩在黑雾中，带着他们飞向远处。王林也藏在这黑雾之下，以他的修为，6叶树咒师根本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6叶树咒师速度极快，一炷香后便来到了第4层的中心位置。那里有一棵轮回树，树上飘着一个椭圆形的光团，光团内坐着一个老者。老者全身赤裸，胸口有一个伤口，身上布满符文，额头上有一株8叶植物，缓缓闪烁。在他头顶还飘着一个极为复杂的符文，散发着沧桑的气息。在树下站着10多个6叶树咒师，他们身后都带着10多个修士，彼此之间没有交谈，气氛凝重。